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说到欧洲旅游哪里好玩，美丽爱琴海边的希腊总是排在头几名的。大家如果看过我的圣托里尼和克里特岛的视频，应该对希腊的绝美海水、迷人小镇和人文历史稍微有点感觉了。今天咱们来深度游一下希腊的古都雅典。其实有关雅典的文章、视频已经很多了，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要做一期视频，因为欧洲旅游不提雅典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作为希腊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要想了解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艺术、建筑等等的发展过程，到雅典就算找到老家了。咱们先来说一说必打卡的古迹吧。第一个肯定是希腊和雅典的地标雅典卫城，不去卫城就等于没去雅典。卫城建在雅典市中心一个小山上，里面有帕特农神庙、厄瑞克特翁神庙等古迹，从雅典老城的很多角度都能看到。要说这个卫城当年到底是干啥用的，主要是搞宗教迷信活动，也有一些军事防御和政治文化的功能。参观卫城是从西边的伯雷门进来，实际上首先看到的就是卫城山门。仰望这些2000多年前就矗立在这里的高高的大理石柱子，已经有了敬畏之心。穿过山门就来到卫城里面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最显眼最震撼的帕特农神庙。帕特农神庙可以说是雅典卫城和希腊最有名的地标，是2500年前的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后不久造了献给雅典娜女神的。当时的希腊处在古风时代，是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历经2500多年，神庙现在只剩下了这些经典的高大粗壮的白色大理石多利克柱托着的空壳，其余部分要么毁于战火沧桑，要么是在博物馆里了。比如卫城博物馆里就藏着很多雕刻绝美的山墙和岩壁，大英博物馆里也有不少英国人当年陵园购来的藏品。仰望这座2500年前希腊人的杰作，想象不出来他们是怎么造的这些巨大的立柱，又如何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条件下把柱子立起来，实在是太震撼了。在帕特农神庙北边是另一个神庙厄瑞克特翁神庙，这个神庙也有2400多年历史了，是传说中雅典娜女神和海神波塞冬斗智的地方。这个庙虽然没有帕特农神庙那么大那么显眼，但也是一副沧桑看尽的样子。它最著名的是有一个用6个女子雕像做柱子撑起的柱廊，现在这6个柱子是复制品，原件有5个在雅典卫城博物馆，还有一个被英国人抢到大英博物馆去了。除了这2个神庙之外，卫城里还有一个雅典娜胜利神庙，在山门旁边，不注意很容易错过。这个神庙和帕特农神庙差不多年代，保存的好一点，除了柱子还有石墙。因为卫城地势挺高，在上面可以看到很好的风景，从卫城可以看到雅典的各个角落，几千年的古城尽收眼底。卫城旁边有2个剧场，也可以顺便看一下。狄俄尼索斯剧场老一些，公元前6世纪建的，在卫城南边靠东的位置。狄俄尼索斯是酒神，这里原本是祭祀酒神的地方，后来扩建成剧场了。不过现在只有一季可以看看，怀一下古了。阿提库斯音乐厅稍微新一点，公元161年建的。音乐厅除了演出期间，平时不开放，不过从山门爬上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因为一直有维护修缮，现在还在用，是雅典音乐节的会场。除了卫城，雅典还有无数古迹可以看。离卫城不远，古雅典市场附近就是一大片古迹。比较显眼的是供奉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的神庙，也是2500年的老古董，是保存最完好的多利克式神庙之一，连三角形的山墙和岩壁面板都还在。古雅典市场这里还有个著名景点阿塔罗斯柱廊，这个建筑很气派，但不是原件，是希腊遗迹中唯一被完全复原的建筑物，现在是雅典古世纪博物馆。阿塔罗斯柱廊东边2分钟路程有个哈德良图书馆，是公元2世纪左右罗马皇帝哈德良统治时期建的。从模型上看，
这个图书馆当时规模应该挺大的，可惜现在就剩一面墙和几根大理石柱子，还立在那里诉说沧海桑田。除了古市集这一片以外，离卫城往东南走15分钟左右，还有另外2处著名古迹：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和哈德良拱门。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是古希腊最大的一座神庙，供奉众神之神宙斯的，比帕特农神庙年纪还大。到今天剩下的只有15根柯林斯式柱子。柯林斯柱比多利克柱子复杂华丽多了，这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帕特农神庙的多利克式和宙斯神庙的柯林斯式。宙斯神庙旁边就是哈德良拱门，这个拱门就没有那么老了，是罗马时期公元131年，为了罗马皇帝哈德良来雅典视察修建的，是个象征着雅典从古希腊时期过渡到罗马时期的重要地标。如果要看卫城的全景和远景，雅典有几个好地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还有阳光方向挑1-2个看看。第一个是菲洛帕波斯山，这个小山包就在卫城旁边西南方向，从卫城下来走几分钟就到山脚下了，不过爬山需要20分钟。从这里可以远观整个卫城，还有雅典市区，绝对值得。小山顶上的菲洛帕波斯纪念碑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可以打卡。卫城西边还有个亚略巴谷山，离得更近，就在卫城入口的斜对面。说它是山，其实有点夸张，就是块巨大的石头，可以爬上去的。从这里看卫城，稍稍仰望的角度，山门、雅典娜胜利神庙都看得很真切。据说这里也是个非常适合黄昏时分欣赏日落的地方。另一个好地方是吕卡维多斯山，很多人管它叫狼山。它离卫城远一点，在卫城的东北方，打个车10分钟。这座山也高一点，是雅典市中心最高的小山。爬上去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雅典全景，包括卫城、宙斯神庙，还有背景里衬托着雅典和卫城的爱琴海，都一览无余，比在菲洛帕波斯山看到的风景还要壮观。上山的话，可以自己爬上去，也可以坐缆车。山顶还有一个小教堂和一个咖啡馆，可以坐下来慢慢的欣赏风景。去希腊玩不做研究，直接看古迹的话，真的就是对着一堆几千年的石头柱子发呆。所以先去逛逛博物馆，长些知识是很必要的。雅典的博物馆太多了，其中要数国家考古博物馆和卫城博物馆是最有货的。国家考古博物馆规模挺大，收藏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罗马时期的很多考古挖掘出来的稀世宝贝，比如那个阿伽门农王的金面具，还有著名的阿弗洛狄特雕像等等，好些原来只在书里网上看过的东西就在眼前。我那个希腊历史的视频，很多图片都是从这里拍的。卫城旁边的卫城博物馆也很值得一看，最好是看过之后再逛卫城，最有意思。博物馆里展出了卫城的完整设计，包括平面图、神庙雕塑的原型等等。这样你再去卫城，眼里看到的只是几个大柱子，但心里就有个格局了。这里还有帕特农神庙和厄瑞克特翁神庙里收集的各种文物，可惜这里的文物并不完整，因为好些给英国鬼子抢走了，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看完了这些古迹，逛完了博物馆，这趟雅典之旅就算没白来了。有时间的话，雅典还有一些地方也值得看一下，比如宪法广场是雅典的城市中心广场，在卫城东北方向。广场东边的希腊议会大厦原来是奥托国王的宫殿。议会大厦前面有个无名战士纪念碑，每个小时都有换岗仪式，穿着大头皮鞋的仪仗队士兵，很有意思的。还有个要打卡的地方，就是帕纳西纳科体育场，又叫泛雅典娜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很有故事，是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终点也在这里。体育场里面还有各届奥运会的火炬，可以参观一下。下面总结一下衣食住行攻略。去雅典玩，因为主要不是看自然风光，对天气要求不是很高。不过7、8月份盛夏时节，雅典还是很热的，在室外
爱琴海的阳光没遮没拦的晒着，稍微有些痛苦。吃饭的问题在雅典比较好解决，希腊的东西都很好吃。著名的希腊沙拉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番茄、黄瓜、橄榄和羊奶酪，但是食材新鲜有机，就是好吃。还有羊肉，烤的煮的都行，因为肉好。雅典靠海，海鲜也很好。雅典中国人也多，中餐也不少。总之，吃的不用担心。除了市中心旅游点儿可能有小偷以外，雅典整体是比较安全的。所以住宿的话，就看你是喜欢什么了。如果住在市中心的普拉卡区，很多主要景点都可以走到。如果想安静点儿，可以住在外围，坐公交或者打车进城。雅典的公共交通挺发达的，有好几条地铁线，公交大巴也四通八达。另外，雅典也不是很大，打个出租车或者用 Uber 叫车也很方便，也不贵。Bolt 好像在雅典还不能用。好了，西方文明的老家雅典就先聊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去希腊玩有点帮助。多谢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转发。